尘，你这抡锤的速度简直比乌龟还慢，就这软绵绵的力道，打苍蝇呢。就你现在的挥锤速度，换算到山庄正规锻造台，连最下等的打铁学徒都不如。上了祭炉大典，也是丢人现眼。晨儿，娘是个命贱的贱奴，连死都只能给庄主训诫。你虽是庄主的骨肉，但生来便是私生子，你要活下去，打出世上最好的剑，堂堂正正地走出杂役房，绝不能像娘一样被人踩在脚底。三位师父教训的是，我知道自己身世低贱，但我绝不认命。我一定要在藏剑山庄堂堂正正地活下去，不仅为我，更为了我娘。陈哥，不好了！大少爷带人冲进你住的下人房了，说要烧了你娘留下的遗物。带着你的锤子去，这破烂玩意儿虽然没用，好歹能防身。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气沉丹田，不可松懈。多谢师父。想我们名震天下的三剑尊，竟被奸人暗算，经脉尽断，沦为这般废人。难道天真要绝我等一身绝学？在极寒中以凡火锻铁，这孩子的根骨竟是百年难遇的翠阳剑体，心性纯良，坚韧不拔，天不亡我们。我们就在藏剑山庄扮作乞丐，倾尽毕生所学，暗中栽培他。你这个疯子！你不是说那锤子里只掺了300斤的玄铁吗？我是为了磨砺这小子的心性，偷偷往锤头里灌了极品金晶。那破锤子现在足足有1000斤重。1000斤！这小子居然单手提着，轻若无物，跑得比兔子还快。不疯魔，不成活。6年了，整整6年魔鬼般的锤炼，他该出鞘去见见血了。陆琪，你给我住手！这玉佩是我娘唯一的遗物，你也敢烧？遗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堆垃圾。这种私人的晦气东西，本少爷大发慈悲替你销毁了，你该磕头谢恩才是。为什么我娘已经被害死在剑中？我已经被你们踩在脚底当了整整6年的奴奴，你们为什么连她最后留给我的念想都要剥夺？为什么？因为你是个连族谱都进不去的野种。你娘，一个给庄主劈柴暖床的贱婢，真以为趁着庄主喝醉爬了床，生下你这么个孽种，就能飞上枝头变主子了？闭嘴！你再敢辱我娘半句，我要你的命！奴奴生气的样子，还挺像条狗啊。怎么？今天我不光毁了这破玉，明天我还要向主母请命，打断你的狗腿，把你这野种赶出山庄！你疯了！5日之后的祭炉大典，你若是影响了山庄的平吉，主母一定会打断你的狗腿，把你沉湖。陆晨，你给我等着！怎么可能？我刚才分明根本没有发力，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道？娘，儿子没用，连您留在世上最后的东西都没护住。什么破烂玩意儿也来挡路！
身巨力。供奉大人，这门这是哪个杂役乱放东西？我这就叫人。究竟是何等天生大力，才能将这600斤的金刚劲如踢石子般踢进铁门里？我山庄内竟隐藏着这等绝世猛将。你敢反抗，打伤嫡长子，主母有令，拿你去建新大殿受刑。你要是敢动，就是判出山庄。带走！你这心肠歹毒的狗奴才！秦哥平日待你不薄，你竟下此毒手！这野种骨子里就带着他那下贱娘的劣根。我没有。琪儿马上就要代表山庄参加5年1届的御前论剑大典，你在这个节骨眼伤他，毁的是我藏剑山庄的100年基业。我疼得无法运气，若是在大典上无法挥锤打铁，丢了皇上的资格，可如何是好？你们怎么不问问他干了什么？他跑到我院里，烧了我娘唯一的遗物，难道我就该站着任他凌辱？琪儿心怀慈悲，怎会欺负你一个卢奴？定是你这野种心生嫉妒，把他娘的牌位扔出宗祠，挫骨扬灰，让他做个孤魂野鬼。你们敢动我娘试试？放肆！陆晨，这是你咎由自取。不过，你若是肯跪下给我儿磕头认错，我倒可以考虑给你娘留个体面。我是错了，我错在没防住你们的恶毒。好，我求你们别动我娘的牌位。空口白牙的道歉算什么诚意？你不是用这双手打伤了齐哥吗？你要是肯自废右手，我们就信你是真心道歉。好，只要不动我娘的牌位，我今日就废了这只握锤的手。二叔公，主母，陆晨虽有错，但5日后的祭炉大典是筛选全庄战力的大日子，大典在即，见血不降。二叔公，他一个私生子伤了庄主的嫡长子，难道就这么算了？御前论剑大典关乎我山庄存亡，按照祖序，任何恩怨都必须为铸剑放路。5日后的祭炉大典便是内部初选，既然陆晨也是我山庄的血脉，就让他在大典上用锻造实力说话。5日后，你若不能在祭炉大典上锻造只让列祖列宗认可的兵刃，不用主母动手，老夫亲自将他和他娘的名字从山庄抹去。哼，既然二叔公搬出祖经，我便等着野种5天。如果5天后锻造不出让祖先认可的兵刃，看我怎么收拾你！多谢二叔公今日救命之恩，保住我娘的牌位。别谢我，祭炉大典只是缓兵之计。您放心，我会赢的。你常年在最下等的剑炉烧火，想在5日后胜过那些用尽天才地宝的内门弟子，无异于痴人说梦。就算拼上这条命，我也要砸出一把绝世好剑。若打不出绝世好剑，这藏剑山庄终究没有你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好自为之吧。二叔公，这金刚真重达600余斤，乃是先祖用来测试内门弟子力量的重物。这究竟是何人所为？能将其当作石子般踢飞，并砸进玄铁门3寸深，此人的腿部爆发力至少有万斤巨力。对于铸剑师来说，力量便是锻造神兵的根基。若是让他握起断锤，简直不敢想象。传我命令，哪怕掘地3尺，也要暗中搜找出这名绝世强者。是。若能由他代表我山庄参加御前论剑大典，必定震惊朝野。为什么我的耐力这么差？
连半个时辰的高强度锻打都撑不住，明天的记录大典怎么赢？因为你的气息没和地火联动，你对火候的感知极佳，但发力全凭死力气。哼哼，傻小子，等你明天走上大典，卸下手里这把破铁锤，换上制式的普通断锤，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可怕了。所有人听着，从现在起，这口极品地火眼本少爷征用了，用来备战明天的大典。这是我劈柴烧火换来的地炉，你们凭什么战？拿着钱，带着这个野种滚出去，不要逼本少爷动手。我的伤口。好，你们给我等着。明天大典上，我要亲眼看着这卢奴怎么死。我们走。御前大典名额，我藏剑山庄势在必得。今日初选第一关百炼试金，所有人必须用标准铁锤锻打赤线原矿，连续挥锤次数越多，证明气血底蕴越强，方能入选。大典开始。内门弟子陆枫连续200锤，不错，气息还算绵长，算是中坚力量。下一位，嫡长子陆琪。天啊！大少爷受了重伤，竟然还能挥出这么狂暴的锤法！陆琪350锤，暂列第1。我儿带伤依旧能碾压全场，这大典名额非他莫属，谁还敢说我儿不配？下一位，卢奴陆晨。大家快看，这野种连自己的工具都没有，拿把生锈的破烂就上来了，也不怕脏了祭台。太累了，砸不动了。陆晨，3锤，旷时已废，按规矩只计锤数，3锤，暂列倒数第1。3锤就不行了，就算是个烧火丫头也比他强啊！我陆家怎么出了这种丢人现眼的废物？真敢立刻沉湖喂鱼！今年第1是谁不知道，但这倒数第1非这废物莫属了，简直是山庄的耻辱。不好，刚才第1关炉火太旺，烤热了那把锤子，里面的极品金晶受热沸腾，铁锤的重心已经完全失衡了。他本就挥不动，现在更是难如登天。我去提醒他换把普通铁锤。等等，真金不怕火炼，这小子的刃超乎你我想象。看看他能不能自己悟出破局之法。绝不能放弃，娘的牌位还在宗祠里等着我。我要是倒在这儿，娘就真的成孤魂野鬼了。拿个烧火棍在这里装模作样，你除了给山庄丢人现眼还会什么？赶紧滚下去洗公桶吧！哼，抱元守一，随心所动，别理会全废。第2关控火塑形开始，移炷香内，将刚才锻打的矿石打造成剑胚。大家快看，这野种连锤子都拿不稳了，早该打断手脚扔出去。真是浪费山庄的矿石材料，赶紧滚下来吧，别脏了祖宗的地界。在千斤重力失衡下，还能强行塑形，这小子的肉身适应力简直是个没有上限的怪物。第3关斗锤将争，红台共筑1块极品陨铁，谁能用锤锋压制对方，谁就是胜者。全庄子弟皆可挑战。还有谁不服？都给本少爷滚上来！
竟然练成了高阶的叠浪锤法。这锤力一重高过一重，陆峰师兄要顶不住了。陆晨，大少爷下手太狠了，但就算输，我们也绝不能未战先怯。怎么，怕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娘的牌位被他们扔出宗祠，挫骨扬灰吗？铸剑师若无斩碎一切的无敌之心，这辈子都只能当个烧火奴。二叔公教训的是，铸剑之人宁折不弯。不峰师兄都不行，他一个倒数第一的炉台上来干什么？送死吗？下去！今天谁也别想让我滚下去。既然你非要找死，我就让你明白什么是云泥之别。别说本少爷欺负你，我让你先砸30锤，你敢接吗？你可以赢，但我陆晨绝不认输。陆晨啊陆晨，既然你非要当着全族的面丢这个人，本少爷就大发慈悲，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免得别人说我堂堂嫡长子欺负你一个连亲娘牌位都保不住的野种。我刚才说让你30锤，想想确实太欺负人了。这样吧，本少爷今天心情好，我先让你砸5锤，不，让你10锤。你可得用点力，别连云铁的皮都蹭不破。打铁讲究百炼成钢，花架子再多，嘴皮子再利，最后也得看敲出来的兵器硬不硬。冥顽不灵，给脸不要脸。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我倒要看看，等会儿你连拿锤子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嘴硬。第3关，斗锤张争，现在开始。邪儿这手叠浪震劲能隔空震断武者的经脉，胜负已分了。这野种马上就要手骨窜裂滚下来了，早点准备担架吧。愚蠢至极，区几百斤的震荡暗劲，也想撼动重达1000斤的玄铁重锤，简直是自寻死路。这锤怎么越挥越顺手？好重的反震力！这不可能！我的暗劲怎么对他完全没用？他怎么像个没事人一样？陆琪的咋就这么软弱无力？难道是他刚才打败陆峰师兄时把力气用光了？不行，我必须把握机会，打出最好的剑魁，保住娘的牌位。这是你逼我的。本来这招是留到御前论剑大典上的，今天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绝望。3重浪，崩山碎！大少爷竟然悟出了崩山碎，这一锤下去，那废物的双臂绝对废了。哼，哪怕他砸出1000重、10000重了，面对绝对的重量，也是匹夫撼树。老鬼，是时候了吧？这怎么像一根羽毛一样？也要让所有人看到，我陆晨绝不是废物。这难道是失传100年的上古铸剑神艺流星断叠法？二叔公没看错，锤如流星，叠力不散。这小子简直是个旷世奇才！我等有生之年，竟能亲眼见到此等神迹重现，天要我藏剑山庄。一群土包子，这就看傻眼了。老鬼们的绝学，他总算摸到点皮毛了。咱们这几年的心血没白费。
陆晨的速度太恐怖了吧！大少爷已经被落下一大截了。大少爷还费什么劲？胜负早分出来了。陆晨，就算我成不了剑，我也要拉你一起废掉！一起毁了吧！混账东西，给我住手！来人，拦下那个逆子！以后山庄必须全力培养陆晨。大少爷犯规，快停下！胡说八道，大少爷只是手滑了。陆晨从小就是个废物，说不定是他用了什么妖术干扰了大少爷。别慌，陆晨现在卸下了千金枷锁，那身法和反应速度早就不是陆琪能碰瓷的。陆琪想对付他，纯粹是做梦。我马上就要做到了，一定要赢，绝不能让娘的鲜血白费。陆晨赢了！怎么可能？刚才那一下，我明明没使多大的力啊！大少爷陆琪在锻造中恶意毁坏他人剑胚，犯了铸剑师大忌，取消大典成绩。放肆！这不过是庄内自家切磋，琪儿只是手滑，你们怎敢取消他的资格？够了！输了还要毁人兵器，简直丢尽了藏剑山庄的脸面。幸亏咱们山庄出了陆晨，凭他那一手流星断蝶法，御前论剑大典何愁拿不到名次？老夫以执法长老之名宣布，本届祭炉大典魁首乃是陆晨。次席便由内门大弟子陆枫担任。嘿嘿，这小子总算开窍了，是时候把引雷淬火诀的基础门交让给他了。差不多了，他现在的肉身扛得住。陆晨师弟，今日多亏了你，我心服口服。师兄客气了。蠢货！这么好的立威机会，你不仅犯规，还输给一个烧火的野种，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娘，不是我无能，是那个野种根本不可能这么厉害。你的意思是，他前2关连个生锈的破铁锤都拿不稳，第3关怎么可能挥舞的连残影都看不见？他一定作弊了。他偷吃了能透支潜能的禁药燃血丹。燃血丹可是上武王朝明令禁止的邪药，若沾染此物，是要抄家灭族的。陆晨，琪儿说的可是真的？你到底有没有动用下三滥的手段？回二叔公，我从未见过什么燃血丹，今日所成，全凭我自己一锤一锤打出来的。二叔公明鉴，燃血丹服用后气血逆流，双目泣血。您看陆晨师弟面色如常，绝非服药之象。闭嘴！别被这野种骗了，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常年在剑炉烧火的废物，年年考核垫笔，今天前2关还在丢人现眼，第3关突然化身神将，这正常吗？对啊，大少爷说的有道理，这跨度太离谱了，肯定有蹊跷，必须严查这野种。幸亏琪儿机灵，看穿了这野种的诡计，否则若让他顶着作弊的名头去参加御前论剑，我藏剑山庄就要面临灭顶之灾。陆晨，你今日若不解释清楚，为何实力前后悬如此之大？休怪老夫动用家法。前2关我之所以挥锤艰难，是因为那把我常用的黑铁锤中包裹着重达1000斤的玄铁配重。最后一关，铁锤外壳碎裂，玄铁脱落，我换了30斤的普通铁锤，这才发挥出真正的速度。1000斤铁锤，这野种是不是吃药吃出幻觉了？常人单手拿100斤已是极限，他还1000斤，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你们若是不信，
自己上台去验一验那个被砸碎了青石板的大坑。千金，你连撒谎都不会，你以为自己是天生神力的怪物吗？庄里最好的铁匠，抡个100斤铁锤都已经是极限，稍有不慎还会震断双臂。你挥着1000斤重锤打铁，你怎么不说你抡着一座山在打铁？大家听听，这就是这个野种的真面目，满嘴谎言，虚荣至极。你若是能拿起1000斤重物，我今天就把这青石锻造台给生啃了。就是，真把我们当傻子了。一个在下人院烧火的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力气？我看他就是怕死，在这胡言乱语。二叔公，诸位长老，是非曲直不是靠嘴皮子说的。既然陆晨师弟说了东西在台上，是真是假，派人上去验一验，不就真相大白了？你去，把坑里那块废铁给我拿过来。一块破铁胚，装神弄鬼。哎呦，我的天呀！废物，脸都让你丢尽了，连块废铁都拿不起来，要你何用？来人，给我来几个护院的一起上，把他给我拖出来，砸在这个野种的脸上。兄弟们，1、2、3，其貌不扬，却内蕴千钧，密度惊人，这竟真的是极其罕见的1000斤海底玄铁。陆晨，你上来！不可能，这绝对是障眼法！他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废物，怎么可能？哼，就凭你们这群井底之蛙，给我起！天佑我藏剑山庄，老天爷没有绝我藏剑一脉。传老夫口令，半月之后的武林名剑大会，由陆晨代表我藏剑山庄出战。二叔公，名剑大会我自然会去，但我母亲的牌位现在可以入剑阁祠堂了吗？当然，以最高规格，即刻请入剑阁。娘，孩儿做到了，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这只是第一步，曾经欺辱过您的，我会一笔笔讨回来。陆晨啊，半月后的名剑大会关乎整个中原武林格局，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北方蛮族的天狼宗，他们依附蛮族，手段极其狠辣，已经连续折损了我们中原好几位铸剑大师，这次必定来者不善。二叔公放心，无论对手是谁，这第一铸剑师的名号，我定会为您，为藏剑山庄拿回来。大少爷，夫人吩咐奴婢熬的安神汤，您喝一口吧，保重身子要紧。喝什么安神汤？滚！都给我滚！我现在看到你们这些下贱胚子就恶心。我不甘心啊！我才是藏剑山庄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凭什么那个贱婢生的野种能进正式祠堂，还能代表山庄去参加御前大典？二叔公那个老不死的是瞎了眼吗？齐儿，闭嘴，小心隔墙有耳。如今那小畜生风头正盛，咱们在山庄里已经失了势。娘，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他飞黄腾达，把咱们踩在脚底一辈子？我宁可毁了这大典的名额，也绝不让他如愿。毁了他！哼，中原武林容不下咱们，
自有人能收拾他。你外公当年在北方经商，曾救过天狼宗的一位长老，这是他们留下的信物。天狼宗，那个传说中勾结蛮族、手段狠辣的北方第一铸剑宗门。不错，就是那个连朝廷都忌惮3分、视作毒瘤的天狼宗。天狼宗这次也要争夺御前论战的魁首，敌人的敌人就是最锋利的刀。只要你带着信物去找天狼宗宗主，把陆晨的底细和天生怪力露给他们。天狼宗行事百无禁忌，眼里揉不得沙子。如果他们知道陆晨是个巨大的危险，一定会暗中出手，令他无葬身之地。不仅要他死，让二叔公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看看，他选中的所谓天才是怎么变成一具无头残尸的。陆晨，你抢我的少庄主之位，抢我的大典名额，那我就让你见不到大典那天的太阳。我要亲眼看着你天狼宗的人抽筋拔骨，把你的贱命填进打铁的火炉里。慧妍宗主，我来送一份大礼。藏剑山庄的狗，也配给我送礼？那小畜生天生怪力，平日里用来烧火的黑铁锤，足足有1000斤之重。1000斤，这等怪胎，若真让他上了铸剑台，倒是个麻烦。慌什么？藏剑山庄那群老古董还以为这大典是绝对公平的。朝廷派来的督造太监，早就是我天狼宗的人。明日明鉴大典，任他有通天神力，也得折在台上。晨儿，山庄宝库已对你全面敞开，明鉴大典在即，你务必尽心准备。好小子，如今资源管够，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今日我便解开你第一道限制，传我真正的破阵霸王锤。这套锤法讲究以力破巧，一锤可破千军。蛮力有了，还得有火候。流星断蝶法你只学了皮毛，看好这第2道功法，叫引雷淬火诀，借天地之气入炉。哼，下盘不稳，一切白搭。第3道功法千军坠地步，我今日一并传你，给我练。第1轮考核百段提纯，所有参会者必须使用官府统一铸造的300斤开山锤，在半个时辰内将面前的玄冰尸铁提纯至无渣。考验的是各位的基础力量与锻造火候。这把锤子表面与旁人无异，内部却被掏空，灌满了密度极高的暗铅，重量激增至近2000斤。更要命的是，锤头重心严重偏移。小子，这叫神仙难救。第1轮比试正式开始。少宗主威武，中原武林全是一群废物。不对劲，这锤子不仅重若山岳，远超我平时用的1000斤重锤，而且眉头重心完全是个歪的。怎么回事？陆晨连1000斤玄铁都能单手拎起，区区300斤的开山锤，怎会让他如此狼狈？二叔公，我早就说那野种在庄里是用了什么障眼法，300斤就原形毕露了，您非要让他代表山庄出战，这下好了，藏剑山庄100年的脸面全让他丢尽了，这第1轮就要被淘汰出局。老骨头，你们藏剑山庄是真绝望了啊！怎么派了个连锤子都拿不稳的病鬼来应战？要是没人，不如趁早向我天狼宗磕头认输。这不仅是在考力气，
更是在靠控制力。这锤子越是重心偏移，就越能激发出老乞丐教我的那套法门。呼延宗主，这铁还没打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顺势而为，借力打力，这才是乱披风的真谛。那是专借离心之力的偏门绝技，失传100年的破阵锤法。看来呼延宗主这儿子也不怎么顶用啊。第1轮结束，藏剑山庄陆晨提存纯度位列第1。连个烧火奴都压不住，废物！你还想不想做天狼宗的少主？父亲，不是我无能，是陆晨那套锤法太邪门了。这是西域禁药封魔血丹，吃下去你的力量和出锤速度会暴增10倍。下一关桐庐夺心，把他的手给我废了，名额必须是我天狼宗的。最终考核桐庐夺心，天下仅剩1个御前论剑的资格。请2位走到太极铁台前，在同一块天外云铁上各自锻造，谁能将其核心区域的神铁精髓引向自己，并铸成剑谱，谁就是魁首。他在干扰对手，这是犯规。无造大人，你难道瞎了吗？锻造火星飞剑乃是常态，何来犯规之说？继续比！你休想拿到冠军，把手给我留在这儿吧。好机会，那小子要不行了，赢定了，魁首是我们的。流星断蝶法，开！杂家闭嘴！杂家宣布，本次大典胜出者乃天狼宗呼延芳。公公瞎了吗？我师弟铸出的剑胚纯度远超呼延芳，凭什么是他胜出？大胆！御前论剑乃是为圣上铸剑，他陆晨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你藏剑山庄一个打杂的烧火奴。据杂家所知，他那死去的亲娘更是个出身卑贱的风尘女子。让这种下九流的人去面圣，是想诛九族吗？公公慎言，陆晨之母乃是我藏剑山庄明媒正娶的媳妇儿。老夫今日便以族长之印立誓，即刻起将她记入藏剑山庄正式族谱，享世代香火。陆晨便是我藏剑山庄堂堂正正的嫡系子孙，谁敢说他身份不配？好一个嫡系子孙，就算身份说得过去，那他这剑也是假的。诸位同道，流星断蝶法早已失传100年，这小子不过弱冠之年，凭着肉体凡胎，怎么可能在历劫之时爆发出那种怪力？我看他根本就是动用了西域的妖术，或者在淬火液里掺了违禁的邪物。呼延宗主说的对，这野种从小就心术不正，连烧火都能偷懒，绝对是作弊了。事关重大，绝不能让妖邪之术蒙骗圣听。来人，请测灵石与焰魔散。若查出这剑胚上附着半点妖邪之气，当场废除修为，打入死牢。就算你力气大又如何？进了死牢，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你们这是欲加之罪！
明明是呼延峰服用禁药，你们不去查他，反而来诬陷我师弟。既然要验，那就当着天下人的面，验个清清楚楚。疯了，这就是邪剑！红光大作，这是用了西域邪毒的铁证。督造大人，此子居心叵测，意图谋害圣上。来人，把他给我拿下！那淬火液里的持骨散，可是我亲手花重金买通下人倒进去的。小畜生，这下连神仙也救不了你。这绝不可能！我的锻造手法清清白白，从未使用过任何邪物。事实俱在，还敢狡辩？小子，刚才那一手流星断蝶法，倒是有了几分老夫当年的火候。前辈，你们怎么来了？哪里来的老疯子，敢在御前剑神台撒野？这小子动用邪术作弊，证据确凿。你们敢阻碍皇家宪军办案，是想造反吗？邪术，瞎了你们的狗眼！破！看清楚了，这剑胚内部罡气纯正，完美无瑕，分明是有人在淬火的水槽里下了黑手，想污蔑这后生。唐前卫听令，立刻去查验刚才锻造台的水槽，封锁全场，谁也不许走。这怎么可能？咱家是圣上钦点的宗教官，咱家说他是邪剑，他就是邪剑。沾了毒水的剑胚，便是大凶之兆，冲断了龙气。按我的大魏律例，不仅这小畜生要死，整个藏剑山庄都要查封。你敢？公公，你这分明是颠倒黑白，欲加之罪。天理何在？就算你有金牌，也不能如此草菅人命。天理？在这剑神台上，咱家手里的金牌就是天理。禁军听令，给咱家放箭！放肆！区一个阉狗，拿着块破牌子，也敢妄加评判天下神兵？反了，反了！这三个老叫花一起乱箭射死！住手！大人，您来得正好。藏剑山庄这野种陆晨在剑神台上动用邪术铸造妖剑，这三个老叫花子更是公然抗旨不遵，企图袭击咱家。请大人立刻下令，将他们就地正法，褫夺藏剑山庄的御前资格。首席御剑使大人，这帮人公然藐视朝廷法度，简直是中原武林的毒瘤，绝不能姑息。首席御剑使大人明察，这陆晨不过是个洗脚必生的私生子，早被发配去当烧火奴了。他的所作所为与我们藏剑山庄毫无关系，请大人降罪他一人，放过山庄啊！你们这群贪生怕死的老狗，出了事就过河拆桥，你们也配做藏剑山庄的长辈？三位前辈，今日之事因我而起，陆晨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快走，我来拖住他们。哎呦，大人，您对咱家做甚？末将参见三位尊者。末将见过小师叔。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三个要饭的，放肆！
30年前北蛮入侵，是谁一剑破甲3000，力保大魏半壁江山？这3位乃是我大魏真正的擎天之柱。退隐的3大剑尊，连当今国师都曾受过3位尊者的指点。陆晨既然得了3位的真传，便是我与国师的小师叔。尊者饶命，小师叔饶命啊！他那下了狗眼，他那有罪啊！老子，我们3个老残废不提当年勇，是因为剑道一途，不进则退。沉溺虚名只会蒙蔽剑心。你今日以凡躯打出流星断蝶法，没给我们丢人。3位师傅，你们虽是剑尊，但在陆晨心里，这3年相依为命，你们早就是我的再生亲人。没有你们，陆晨早死在那个风雪夜了。傻小子，别婆婆妈妈的，你娘的遗愿是让你堂堂正正。咱们爷4个今天就要在这天下人面前挺直腰板，起来！来人，把这收受贿赂、陷害忠良的阉党拿下，打入天牢。天狼宗目无法纪，剥夺30年大典资格，即刻驱逐。凭什么一个剑臂生的烧火奴能骑到我头上？他凭什么能得到剑尊的传承？这本该是属于我的荣光，属于我的大道。今日之辱，今日之恨，我必100倍奉还，定要让他身败名裂，尸骨无存。我不服！就算外表被人下了毒，但刚才红光亮的那么刺眼，他内部肯定也有邪气。他陆晨就是个烧火奴，这把剑绝对有问题。哼，死到临头还敢狡辩！血眼幻阵，只要提前刻好阵法，暗中催动真气，哪怕放上一块烂木头，它也会爆出凶光。胡延烈，这就是你天狼宗的手段！大人饶命！罪民前几日在皇家剑阁外寻得了一丝线索，那个能撼动陨星铁母的天生神力者，罪民马上就能找到，求大人让罪民戴罪立功。陨星铁母，你天狼宗的信誉在本将眼里是一文不值。按大魏律令，查封天狼宗所有剑炉，皇家武库永不采购天狼宗哪怕1寸凡铁，压下去。二叔公，陆晨，今日虽驱逐了天狼宗，但真正的劫难才刚刚开始。大人此话怎讲？天狼宗不过是替人办事的走狗。下个月的多国朝圣大典，天狼宗背后的靠山蛮族国师乌图将带着蛮族第1锻造师亲自下场。听说他们寻得了一块沾染魔血的天外陨星，要铸一把绝世妖刀，当着圣上的面斩断我大魏的龙脉。什么？天外陨星铸成的妖刀？要想对抗那把妖刀，普通的铁锤和凡铁根本没用，必须要寻得至刚至阳的神铁，以及能驾驭它的绝世神力。时间不多了。陆少侠，大魏朝廷在兵器锋锐上已被北方蛮族压制了整整3年，下个月便是多国朝圣大典，蛮族第1锻造师将携天外陨铁打造的妖刀来朝堂公然挑衅。大魏需要你出面迎战，重振国威。多谢小师叔深明大义，可惜蛮族妖刀材质非凡，需重锤猛击方能克制。前几日我剑阁外重达万斤的镇脉之宝陨星铁母被人挪动了数尺，若能找到那位神力惊人的壮士，与你配合铸剑，我大魏必胜。不会是我那天顺脚踹到了边上的那块吧？哪来的破石头，挡在这儿碍事？3位尊者请看，此等神物非人力可为啊！若是找不到那位壮士，这铁母根本无法搬入锻造炉。小师叔，当心！那铁母重达万斤，煞气极重，不可轻易触碰。起！大人说的就是这块挡路的破石头吗？你就是那个天生神力之人，
太好了！有你这等神力配合抡锤，大卫此次在多国朝圣大典上，定能死死压制他们。大人谬赞了，我常年在伙房抡1000斤重的烧火锤，力气可能比常人大些。前几天来找探木，只是嫌这破石头挡道，随手丢开了而已。好一个随手丢开！大卫德小失速，天不亡我！凭什么？我彻底失去了御前铸剑的资格，而他这个昔日我脚下的泥巴，却要成为大卫的英雄。陆晨，既然中原武林容不下我，既然你们要断我的路，那就都别活了。罪人陆琪，愿将中原7大剑派绝密铸剑图录献于国师。一条被赶出家门的丧家之酒，也配见本座？只要能弄死陆晨，覆灭中原武林，我甘愿做蛮族铁骑入关的内应。好，本座就暂时收下你这条会咬人的疯狗。国师大人英明，不过小人有一事必须禀报。今日在皇家剑阁外，陆晨的小畜生竟单手拔起扔飞了重达万斤多陨星铁母。此人天生怪力，恐成大患。单手掀飞万斤铁母，中原诸罗竟有这等蛮力？千真万确，小人怕他暗中还藏着什么底牌。既然你甘心当狗，那就去替本座咬人。本座命你即刻潜回藏剑山庄，暗中死死盯着陆晨，把他挥锤的姿势、发力的虚实，甚至连他每天吃什么药，都给本座刺探得一清二楚。小人遵命。小人这就回去，把他8个底朝天献给国师。大汉可以收留你，但你若敢在大典上耍花样，我会立刻把你扔进那火炉里点天灯。小人不敢，小人对国师忠心耿耿。陈儿，大典龙蛇混杂，蛮族更是阴险毒辣，百年难遇的纯阳剑体，一旦暴露，必遭蛮族暗算。不错，当年我们3个老家伙就是锋芒太露才被废。这副风脉云体护腕，你带上，它会锁死你纯阳剑体的真气外泄。徒儿明白，藏锋于拙，方能给敌人致命一击。果然有门道，这怪异的肌肉律动和发力路线，我要把你这发力的图谱全画下来，献给国师，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便是那陆晨拔起万斤铁母时的发力图谱，请国师与大师过目。你们大魏人骨瘦如柴，所谓的力气，在我蛮族勇士面前不值一提。纯粹的肉身绷劲，这等完美的筋骨发力，绝非常人能及。若让此人成长下来，我的妖刀确有逢敌之险。这种中原诸罗必须死在大典之前。既然硬的不行，那就先礼后兵。来人，备下重礼。少宗主，过去是我等老眼昏花，迫于主母之威，多有得罪，还请您大人有大量，饮下这杯赔罪酒。过去的恩怨，今日暂且放下。外敌当前，蛮族欺压我大魏已久，我等唯有齐心抗敌，方能保住祖宗基业。陆晨，你尽情享受这最后的风光吧。山庄房屋空虚的情报已经送出，今晚我要亲眼看着你从云端坠入泥潭。什么人敢闯我藏剑山庄？你们蛮族深夜强闯我大魏宗门，打伤我山庄护卫，意欲何为？陆少侠，大魏气数已尽，何必执迷不悟？你若肯收下这些，自断一臂，退出下个月的朝圣大典，本座保你一世荣华富贵。蛮族向来崇尚武力，怎么今日学起软骨头，用钱来买我退赛了？莫不是怕了我在大典上砸碎你们那堆破铜烂铁？好大的口气！既然是铁匠，就用铁匠的规矩说话。今日我便当着你祖宗的面，看看你这天生神力能打出什么废铜烂铁。流星断！哼，摄魂鼓哨响起。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晕头转向，砸吧，用力砸吧！陆晨，我要你在这万众瞩目之下，被蛮族彻底碾压成废人！
住手！大典未开，尔等竟敢在大魏宗门私自斗炉，是在刺探我朝机密吗？再不滚，本官按大魏军法将你们就地正法！哼，我还当是什么绝世高手，原来能掀飞闰星铁母的，就是个连火候都控不住的废物。大魏兵器不堪一击！陆晨，快来人！闪开！让我看看这臭小子！都怪我们几个老东西糊涂了，只顾着让他藏住，却险些害了他的性命。这是风脉云铁护丸，乃采自深海极渊之铁，重于万斤，不仅能锁死他体内的真气，更是如背负一座大山打铁。那群蛮族暗中吹了摄魂鼓哨，这傻小子竟硬扛着万斤重压，靠纯粹的肉身之力跟人斗炉，气血逆流才会重伤昏迷。复盘昨晚私下比试的经过，诸位都看到，连续3届朝圣大典，我方兵器屡屡不敌蛮族的器械，整整9年落于下风。这一次若是再输，他们定会借着武士优胜的由头，名正言顺的挥师南下。大人，昨晚陆晨中途重伤落败，大家心里确实没底。这大典，昨晚落败非战之罪。陆晨手戴千金运铁护腕，且被蛮族摄魂邪术暗算，他远未发挥出真正的实力。竟有此事，老朽定当倾全庄之力，助陆晨找到破解蛮族邪术的方法。国师，你真是高估那小子了，什么天生神力，简直是笑话。那小子挥锤质错无比，连最基础的叠罡法都做不好，简直破绽百出。陆晨，你刚刚受了内伤，先把这风脉护冠摘下来吧，不要再硬扛了。二叔公，平时不扛山，战事如何破天？起！坚持住，陆晨，你可以的。好小子，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们3个老家伙便将压箱底的隐士秘法传你。此功名为大雷音断骨诀，是我们3人退隐后耗尽心血融合而成的肉身成圣之法，能让你在被封脉的情况下，将骨血炼成钢铁。大魏铸剑术早就断了传承，今日这御前论剑大典，便是你们大魏武道落于下风，屈居我族之下的日子。一派胡言！当年若非你们惧怕我中原剑道，在天山论剑时暗下奇毒，废了我们3人的手脚，大魏何至于受这等屈辱？那妖道邪术诡异莫测，我顶着这千斤重压，今日真的能彻底压制住胡四郎吗？时辰到，大典准备。陆晨卸甲。这感觉，我的真气全回来了。失传的流星断蝶法，快看！这不可能！大魏必胜！大魏必胜！大魏必胜！停炉！全都给咱家停下！地火炉底座阵法灵压不稳，有炸炉之险，为保圣驾与百官安全，所有铸剑师退下高台，修炉以炷香。荒谬！陆晨眼看就要成剑，哪里来的阵法不稳？你们这是故意打断我大魏的铸剑节奏！放肆！若真炸了炉，惊了圣驾，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退下！陆大人辛苦了，快饮下这碗御赐寒冰露，压压炉火里的火毒之气。喝吧，那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散功散，转化人体真气，服食7经8脉。陆晨，只等一炷香，你必将沦为一个连锤子都拿不起来的废物。陆大人气势如虹，定能一举成剑。大魏必胜！大魏必胜！怎么回事？丹田好冷。中原猪脑，这就没力气了吗？刚才的嚣张劲儿哪儿去了？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蛮族真正的底蕴。不好，晨儿的真气散了，他中毒了。停炉！快停炉救人！晨儿，快退下来！刚才那碗水有问题。刺客下毒，立刻终止大典！御林军听令，谁敢上前一步，格杀勿惮。首席御剑使大人得有大典的规矩。皇室铁律：炉火一旦重燃，不到兵器出炉，绝不熄火，生死自负。你们现在带人硬闯高台，是想造反吗？你这阉党，竟敢勾结外敌，残害国之栋梁！咱家只护驾不认人，大人若想强闯，就踏过这禁军的枪斩试试。烧死他！快用地火把他烧成灰烬！哪怕双手被烫得皮开肉绽，哪怕体内没有一丝真气流转，我也要继续！你这阉狗！若大魏第一铸剑师死在炉台上，你9族都不够砍！首席御剑师大人，大典规矩乃先皇所定，任何人不得干涉。时辰未到，谁敢越雷池一步，格杀勿论。不能倒，剑胚还没成，绝不能让这妖邪压过大魏的脊梁。修炉第一轮毕。晨儿，大人，陆晨到底如何了？大魏明日难道要直接认输吗？快让我们进去看看，这关乎中原武林的存亡啊！退后！今日谁敢硬闯太医院，惊扰太医救人，休怪本官剑下无情！首席御剑使大人，陆公子并非单纯的脱离，到底怎么回事？快说！他体内中了西域奇毒散功散，一身真气已然尽毁，加之他强行对抗道火，如今火毒攻心，经脉寸断，莫说继续打铁，便是这条命，今夜也未必保得住啊！晨儿啊！求太医用尽一切名贵药材救人，只要能救他，苍剑山庄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好狠毒的手段！老子这就用100年修为强行给他输真气续命！恭喜国师，贺喜国师！那小子的情况打听清楚了？千真万确，他中了我的散功散，又被地火疯狂反噬，
此刻太医院都束手无策，怕是连尸体都快凉了。明日中选，大魏再无人能挡您的妖刀。好，干得好！明日大典重开，本国师要用那小子的残剑，当着大魏皇帝的面，彻底斩断大魏的龙脉。连太医都说没救了。若陆晨真醒不过来，明日大魏拿什么去迎战那把天外妖刀？整个大魏江山，整个中原武林的命运，难道今夜全都要随着陆晨的死一起断送了吗？首席御剑使大人，3位前辈，下官真的尽力了。陆公子体内的散功散毒性猛烈，加上地火的疯狂反噬，他双臂的经脉已经彻底烧枯。散功散，这等西域奇毒怎么会出现在大典的太和殿上？这毒到底从何而来？老前辈息怒，下官只管治病，这毒从何而来，实在不知啊。如今陆公子莫说抡起千斤玄铁锤，以后就是拿双筷子都费劲。他这辈子绝不可能再铸剑了。放屁！臣儿可是要拿天下第一的！都怪我们3个老糊涂，早知满族阴险毒了，修楼时我们就该寸步不离地守着臣儿。陆大人辛苦了，快饮下这碗御赐寒冰露。我论第4锤前，真气突然流失，问题一定出在修炉期间的那碗水上。听说了吗？大魏的第一铸剑师彻底变成废人了！真是天亡我大魏啊！明日大典拿什么去跟蛮族的妖刀比？大魏气数已尽了。皇家禁军听令，给本官死死守住密室大门，没有本官的手令，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去。谁敢在太医院大声喧哗、散播谣言，乱棍打出！晨儿，是二叔公没用，是我没有护好你，才让藏剑少庄遭此大祸啊！二叔公，别哭，这不怪你，是修楼期间那个司礼小太监递来的一碗御赐寒冰露有问题。陆晨，虽说第1轮主炉你被判出局，但大典尚未结束，只要你还留着一口气，大魏开国太祖曾定下一条铁律。什么铁律？器械重铸，只要铸剑师敢以精血引燃偏炉，在规定时辰内强行衔接残剑，仍可带着剑参加最终的御前试剑。他拿下！陆晨，你为了赢比赛，竟敢私自服用邪道禁药，导致走火入魔，你把大魏的脸面都丢尽了！立刻将他打入天牢，听候发落！放肆！你们这帮言官听风就是雨，竟敢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外人对付大魏的功臣！首席御剑使大人，他经脉尽毁，就是遭了禁药反噬。我们仗义直言，有何不可？大典开炉，我用流星断蝶法砸下前3锤，火候纯正，灵气沛然。如果我真服了禁药走火入魔，为何要等修炉喝了那碗冰露之后才发作？你们不去查那个送水的司礼小太监，反倒跑来这里乱扣帽子，什么心？你休要强词夺理！你现在双臂尽废，就是一个废人！我陆晨绝不认输。明日大典，我要在全天下人面前开启气血重铸。退后！越线者
首席御剑使大人，你还要包庇这个废人到什么时候？本官绝不包庇任何罪人。大典之上那碗水究竟有何蹊跷？本官今天在此立下军令状，3日之内，定查个水落石出，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好，我们就等大人3日。若查不出真相，督察院必定死谏到底。陈儿，委屈你了，咱们先回别院。陆琪，你走得极好，这枚狼牙佩你收着。只要陆沉一死，大魏武林彻底崩塌，这大魏将来的兵器督造总管之位就是你的。多谢国师栽培，我陆琪愿为国师肝脑涂地，万死不辞。陆沉，你终于彻底毁在了我的手里，这中原武林迟早要被我踩在脚下。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扫把星，还有脸回来？你在御前炸炉成了一个废人也就罢了，还背上服用禁药的污名。朝廷正要摘掉咱们天下第一庄的御赐牌匾，这全是你一人的罪过。就是连累了整个山庄，立刻将他绑了送去大理寺谢罪。毒妇，臣儿是为了山庄出战才遭此劫难，你们竟敢落井下石！我臣儿骨头硬，只要命还在，就定能重新抡起锤子。剑锋剑尊不是我们不容，是他得罪了天下人啊！为了保全整个山庄保一口人的性命，我们只能将他交出去了。大典之上，地火阵法为何会被提前催动？司礼太监为何要冒着死罪强行送兵路？还有，我体内所中之毒，为何与蛮族武功同源？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3日后，气血重铸，我会自己拿回清白。不行，真气一点都提不起来，若连普通的生铁都搬不动，3日后的气血重铸，我拿什么去赢？沈哥，对不起，我没有护住你要的炭。哟，咱们大魏的第一铸剑师，怎么沦落到要靠一个下贱的杂用去偷炭偷食了？偷？小六子拿的是我作为山庄弟子每月的份礼，你们凭什么打人？份礼那是给有用之人的。主母有令，陆沉惹下滔天大祸，拖累全族，从即日起剥夺一切物资供给。这废弃剑炉里，哪怕是一根柴火、一滴水，你都休想得到。一个连锤子都拿不起来的废物，还妄想3日后去参重铸大典？省省吧，这几天你就安安静静的饿死在这里，也算给咱们山庄省了麻烦。就是，废人就该有废人的自觉，还真以为自己是根葱了。把你们的脏脚从我的口粮上挪开。怎么，你这废人还想动手？你现在经脉全断，连一丝真气都没有，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有种你打我呀！滚回去告诉主母，我就算用牙咬，也会咬出一把绝世好剑。再敢踏进这院子半步，我打断你们的狗腿！没有真气催动，普通的木炭根本达不到融化精铁的高温，除非又断了所有的火焰脉。难道我真的要困死在这第一步？陈儿，主母派人封死了你所有的门路，不仅是山庄内，连京城各大铁铺的燃料都被他用重金买断了，严禁卖给你。他这是要彻底断了我的生路。还有一条路，山庄后山的禁地冰瀑洞中，封存着先祖留下的一块龙骨黑金炭。此炭非木非石，乃是地脉灵气结晶，无需真气催动，仅凭凡火便可燃出融化云铁的极温。龙骨黑金炭，我这就去取。不可莽撞，那禁闭由山庄最隐秘的影卫把守，他们知人识力不认人，且只尊崇真气深厚者，他们绝不会让你进去，稍有不慎便会被影卫就地格杀。二叔公，气血重铸是我唯一的翻盘机会，别说是影卫，就算是刀山火海，今夜我也必须趟过去，哪怕只剩这副反骨，我也要敲碎这不公的规矩。禁地重地，擅闯者死。山庄太子陆沉，
为备战御前重铸剑典，特来求取龙骨黑金炭，望统领通融。陆晨，那个在剑神台上大出风头，如今却经脉尽毁的废人。祖训有言，唯有能扛住我等10招真气试炼的绝顶天才，方有资格带走黑金炭。你现在身上连一丝内力都没有，经脉枯竭的像根烂木头，别说10招，我一缕刀气就能将你切成碎肉。滚回去吧，别脏了禁地的血。哼，一个连真气都没有的废物，也敢来肖想先祖的神物，真是不自量力！赶紧滚！再敢往前一步，杀无赦！祖训只说扛过10招，可没说必须用真气。我陆晨今日就以这副凡人之躯，领教统领的高招。哼，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你想找死，本统领就成全你。太快了，没有真气辅佐，我的视觉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忘掉眼睛，用你的皮肉、你的骨骼去感受杀气。这才是第1招，你连我的一记余波都扛不住，还有9招，你拿什么接？赶紧跪地求饶，滚下山去！力道还算凑合，刚好给我松松筋骨。第2招，来！这小子明明没有一丝真气，肉身防御为何如此变态？普通人中我那一刀余波，五脏六腑早就碎了。他竟然还能站起来！装神弄鬼，我看你能硬撑到几时？狂风绝气斩！怎么可能？肉身硬扛真气刀罡，这还是人吗？你的刀太轻了，前9招我已接下，现在该我了。10招已过，统领承让。陆公子肉身成圣，心性如铁，在下心服口服。龙骨黑金炭就在洞中，公子请自便。但请恕在下直言，那黑金炭重达3000斤，且与地脉相连，公子若无真气加持，恐怕根本搬不走。多谢提醒，我自有分寸。3000斤，加上冰封的阻力，想要拔出它，至少需要10000斤的爆发力。如果是以前有真气的时候，或许不难，但现在，扫把星，废物！你这个废物！大魏的脊梁不能断，我娘的牌位不能倒，给我起！主母，王大人，你们这是做什么？首席御剑使大人明明说了，给陆晨3日时间，如今才过去1夜，你们凭什么带人强闯祠堂？二叔公，不是我这做主母的不讲情面，陆晨的小畜生动用禁药，导致经脉尽毁，这已是天下皆知的事实。他不仅害了自己，更是要将整个藏剑山庄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就是，王御史代表的是朝廷的脸面。那费儿说3日就3日，要是3日后他在气血重铸典礼上当众暴毙，或者被蛮族一刀砍了，皇上怪罪下来，咱们全族都要跟着掉脑袋。本官接到密报，陆晨乃是妖邪附体，根本不是什么纯阳剑体。为了防止他在大典上惊扰圣驾，本官今日特来将他提前缉拿归案。荒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陆晨昨夜已去后山闭关，你们休想动他一根汗毛。他去哪儿不重要，按照族规，犯下如此欺君大罪者，必须立刻将其生母的牌位从正式祠堂中取名，挫骨扬灰。只要毁了他娘的牌位，
他就不再是我藏剑山庄的人。朝廷要杀要剐，与我们毫无瓜葛。毒妇，你敢！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踏进祠堂半步！大胆老匹夫，竟敢阻碍本官办案！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来人，进去把那个贱妇的牌位给我搬出来！今天我要亲自把他劈成柴火！陆晨，你抢我风头的时候不是很狂吗？今天我就先劈了你娘的牌位，让你做个孤魂野鬼！不要！谁敢动我娘的牌位，我让他全家陪葬！3000斤的龙骨黑金炭，他一个没有真气的废人，怎么可能扛得动这等神物？快拦住这个疯子！官爷，快保护御史大人！大胆狂徒！本官乃朝廷命官，你竟敢冲撞本官！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拔刀杀了他！我再说最后一遍，放下我娘的牌位，滚！你以为力气大点就能吓唬人吗？你犯了欺君之罪，王大人在此，你若敢动手，就是诛九族的大罪。大家一起上！他现在就是个纸老虎，早就没力气了。找死！你敢当众袭杀官差，你反了，你彻底反了！王大人，你收了主母的黑钱，未经三思同意，就敢带人来抄我藏剑山庄的祠堂，到底是谁在造反？把牌位给我供回去，少一根头发，我今天就用这块黑金炭把你的脑袋砸进肚子里！青，你干什么？你可是藏剑山庄未来的庄主，你怎能给一个贱婢的牌位下跪？站起来！娘，你闭嘴吧，他会真砸死我的！好啊！你不仅勾结要挟，还敢武力胁迫朝廷命官！本官现在就回京禀报圣上，诛你九族！诛他九族！王大人，你好大的官威呀！尚书大人，首席御监使大人，您二位怎么亲自来了？下官正在缉拿这个动用禁药的罪人陆晨，准备替朝廷铲除祸害。瞎了你的狗眼！陆晨乃是大魏皇室钦定的御前大典主战，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气血重塑迁徙来拿大魏的功臣？可是他经脉尽毁，是个废人啊！经脉尽毁，他刚刚单凭肉身之力就能扛起3000斤的黑金炭，你管这叫废人？你收受藏剑山庄主母贿赂，企图破坏御前大典，意图谋反！来人，把这狗官摘去乌纱，打入死牢！尚书大人饶命，这都是误会啊！从今日起，藏剑山庄所有资源由朝廷直接接管，任何人再敢阻挠陆晨打铁，杀无赦！好小子，我就知道没看错你，绝世燃料有了，这是皇宫内库的生铁清单，你看看还需要什么材料？本官立刻倾全国之力去办。材料不急，在此之前，我要用这最普通的铁锤。先找回我那肉身成圣的绝巅火候，那一锤的力道，血脉崩胀的畅快感，我绝不能就这么止步，我不敢歇。朝野上下如今都在逼着交人，督察院的那帮言官恨不得立刻将你定罪。不过你放心，本官就算豁出这条命，也会替你周旋。多谢大人，但我陆晨绝不接受背锅，更不接受失败。3日后的气血重铸，是我重回御前大典，当众粉碎蛮族阴谋的唯一途径。
上好的金疮药来了。这是皇宫内库的生铁清单，你看看需要什么，我立刻去办。3日之后，我要让这炉火烧穿所有的阴谋。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荣辱。若让蛮族的妖刀在太和殿上耀武扬威，大魏武林的脊梁就彻底断了。我生是大魏铸剑师，死也要死在炉台前。你疯了！你如今经脉尽断，毫无真气护体，强行开篇炉引地火，无异于自寻死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气血重组我非去不可。不愧是咱们3个老怪物教出来的种，骨头够硬。好，既然真气已散，那便舍了真气，用凡人的本能去打。必须彻底断了你试图调动真气的念想，你才能找回最纯粹的肉体发力感。多谢3位师傅成全。停下！你以为打铁就是用蛮力砸吗？你习惯了1000斤玄铁锤的重量，现在骤然换成这50斤的破铁疙瘩，力道早已彻底失控。再来！先把这压制火毒的药喝了，保住你的心脉。喝完苦药，在门口烈酒，这才是咱们打铁汉子的规矩。师傅，再来！好小子，这纯粹的肉身之力，竟比真气还要害人。荒唐！气血重铸近在眼前，你却要把大魏的国运压在一个双臂废掉的废物身上，他连拿筷子都费劲，上了台也是自取其辱，必须立刻另选人手顶替。太祖定下的铁律，任何人不得干涉。陆晨既敢应战，本官就必须保他上台。藏剑山庄嫡长子陆琪，拜见尚书大人，拜见首席御剑使大人。你来做什么？草民斗胆请命，愿替大魏出战气血重铸大典。陆晨如今经脉枯萎，连一丝真气都聚不起来，就连普通的铁锤都拿不稳。他强行上场，不过是送死罢了。草民尽得山庄真传，定能在重铸环节力挽狂澜，保住大魏颜面。口说无凭，来人，在堂外架起火炉。陆琪，本官给你1炷香的时间，若能将凡铁锻打成百炼金刚，便准你作为候补参战。好，不愧是藏剑山庄嫡系，你即刻列入大典候补名单，随时准备登台。怎么可能？一个经脉尽毁的废人，单靠肉身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想在重铸大典上翻身？做梦！我一定会在天下人面前彻底废掉你这双凡人的胳膊。贼鼠已走，陈二收心，不破不立，散尽真气，竟让他将咱们3人的毕生之血融会贯通，摸到了传说中肉身成圣的门槛。师傅，我的肉身已比1000斤铁锤更硬。尚书大人，您看，我这嫡长子不仅尽得山庄真传，且真气充沛，有他在，此次气血重铸大典定能为大魏立下头功，狠狠挫败那帮蛮族。陆琪的底子确实不错，只可惜，若非陆晨在明剑大会遭人暗算毁了经脉，以他那冠绝天下的锻造天赋，大魏迎战蛮族妖刀的把握本会大得多。尚书大人此言差矣，陆晨过去是天才，可他如今经脉尽碎，一丝真气都提不起来，他现在就是一个连锤子都拿不稳的废人，您又何必对一个废人念念不忘？只要我陆晨还有一口气，这气血重铸的助战之位，谁也别想拿走。他这身子骨，强行抡锤，怕是会当场暴病啊！陆晨，你看看你那双还在流血的废手，你是想拿大魏的国运去填你可怜的自尊心吗？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好，陆晨，本官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在半炷香内用地上这把最普通的铁锤锻打出一块纯度超过陆琪刚才那块金刚的铁胚，本官就顶着满朝文武的压力，恢复你首发作战的资格。大人不可，他连真气都没有，如何催动地火？这比试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他一个废人凭什么？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尚书大人，既然要比，不如我和他同开双炉一起锻打，谁敲出来的金刚成色更好，谁就是明日大典的助战。准了，但规矩是本官定的，谁若输了，立刻滚出御剑阁。劝你趁早认输，废话少说，手底下见真章。太慢了，这等微弱的力量，连生铁的杂质都剔不出，他何苦出来逞强呢？封我的真气，我让你们这群卑鄙小人看看什么是肉身的威力。纯粹的肉身之力，居然达到了这等骇人的地步。这个没有真气的人，底牌竟如此恐怖，这怎么可能？没有动用一丝真气，单凭肉身凡力，竟能砸出如此浑然天成的云纹。这等恐怖的纯粹力量，简直闻所未闻。好一个肉身破凡铁！陆晨，大魏时隔多年对抗蛮族妖刀的重担，今日起就全压在你这柄铁锤上了。大人放心，3日后的气血重塑，我定叫蛮族有来无回。废物！你们不是说他经脉尽毁，连锤子都拿不起来了吗？国师息怒，那陆晨不知用了什么诡异的法子，竟掌握了纯肉身震碎生铁的锤法，连兵部尚书都被他镇住了。滚出去！你在双炉竞断中受了这等奇耻大辱，难道就打算这么咽下去？不咽下来又能如何？御剑阁现在把他当成大魏的救命稻草，我连上台的机会都没了。机会我来给你，这是我蛮族圣物血玉火炙，只要将这蛊虫种入你的手臂经脉，哪怕你的经脉被撑裂，也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超越极境的赤炎真气。用这种邪物，我会没命的。成大事者岂能惜命？凡人之躯的陆晨，在绝对的邪火面前，只会被烧成灰烬。只要妖刀镇压大魏，你就是我蛮族未来的第一克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凭什么他一个废人能踩在我头上？我才是藏剑山庄的嫡长子，我才是天下第一。只要能把陆晨踩碎，我什么都敢赌。忍住，感受这股力量，它能让你撕碎一切。刘晨，3日后，我要你死无全尸！吉时已到，宣大魏蛮族双方主战入场。徒儿，你肉身已成，这老伙计还给你。逆子，你竟敢勾结蛮狗！你对得起藏剑山庄列祖列宗的淬火池吗？中原武林只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连真气都没有的废人身上，简直可笑。我加入蛮族，不过是为了拿回本就属于我天下第一的荣耀。从今日起，陆琪被逐出藏剑山庄，死后不入祖坟。大典最后阶段开启，双方就位。无论阴谋还是邪火，今日我只凭着一身反骨，敲碎你们的妄想。大典终局，开炉！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大魏的绝世天才。如今他在我蛮族，
不过是我们随便捡来的一条狗，就凭你们也想赢？不对劲，陆琪的锤法毫无章法，这根本不是在锻铁，这是在透支命元换取蛮力。大人，您闻，高台上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这绝不是寻常地火的味道。用小鼓鼓催动南疆蛊虫，借秘术音波激发邪火，真是卑鄙至极。你无论你用什么邪魔歪道，铁终究是铁。勿受外魔侵扰，忘掉高温与烈焰，回归你最纯粹的挥锤本能。流星断铁法，起手式，开！我的手！不，我的剑！我是天下第一！废物，连条听话的狗都做不好，简直丢尽了我蛮族的脸！成功了，一把绝世之剑就要面世了。中原的铁注定要断在蛮荒的刀下。大魏的脊梁，你这妖魔砍不断。天外云铁终于大成了。不急，火候还差最后一分。什么中原正统，不过是一群连打铁都不会的废物！你们大魏前面已经连折3阵，现在派个私生子野种上来，是想输得好看点吗？连一炉铁都打不明白的底蕴，今日之后，中原武林就全部跪下给我们大蛮当狗吧！锻造进度足足落后了1整炉，陆晨到底在等什么？莫听外贼狂吠，守住你的锤心。万物皆虚，唯我手中之铁最实。这是在干嘛？稳住，守住锤心。大局已定，中原的野种，等死吧！与我焚尽他的反骨！卑鄙蛮夷，竟敢按下毒手！陆晨，大魏五脉的荣辱全系于你一人之手，你是中原最后的脊梁，哪怕是凡人之躯，也给老子把奇迹砸出来！陆晨，反击，砸碎他们的骄傲，砸碎他们大魏五脉！大魏的铁永远折不断！垂死挣扎吧，借火炼骨，祸极成风。
成了，真的成了！不可能，区凡人怎么可能追上天外云铁的锻造速度？不好，那是蛮族失传的技术——血祭修罗引。陆晨，这是你逼我的。为了大蛮的荣耀，我什么代价都给得起。去死吧！他竟然暗中引动了地底带有火毒的违禁熔岩来加速淬火，这可如何是好？难道没人管管这等作弊行径吗？这招虽能让兵器煞气暴增100倍，但铸剑师必受邪火反噬，经脉寸断啊！他这是在跟陆晨拼命！给我碎成齑粉吧！完了，陆晨完了！这能毁天灭地的妖邪之力，区区凡铁如何能挡？不，都给老子闭嘴！看他！既然反火不足以破局，那便借着天地之威。铸剑不在邪术，更不在旁门左道，而在这一腔误国热血。今日我便以凡人之躯向天借火。圣剑解放！大卫必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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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妖刀，我蛮族的心血，我要杀了你！我的妖刀，我蛮族的心血，我要杀了你！死，跟我一起死！刀碎，人亡，这是铁匠的规矩。快撤回草原！想走？问过本官的剑吗？在我国都用禁药下蛊毒，行刺杀，你蛮族把大卫当成什么地方了？御林军听令，将这蛮狗挑断手脚筋，押入死牢，3日后凌迟处死，记大卫战旗。不，我是国师，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天下第一剑是属于我大卫的，更是属于3位师傅的。娘，孩儿做到了。大卫万岁！陆晨为天下第1铸剑师，太阿神剑为天下第1剑。大卫万岁！大卫万岁！